大家好啊，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农历腊月里的一个重要节日小年。小年可不简单，它是辞旧迎新的一道关口，也是我们向灶王爷打招呼的日子。小年一到，年味儿就更浓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小年的核心活动祭灶，还有这一天和财神的有趣联系。小年通常在腊月23或24，北方多在23，南方则在24。为什么要叫小年呢？其实这一天是农历新年的前奏曲，是咱们开始年终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。而这一天的重头戏就是祭灶。祭灶的对象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家家户户的灶王爷。灶王爷是谁？他可是个有来头的神仙。传说灶王爷负责管人间的吃喝拉撒，他的职位相当于咱们家里的厨房总管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，那就是每年腊月23或24。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年的事情，这不，祭灶的习俗就由此而来。咱们在灶王爷上天之前供奉香火和糖果，把他哄得高高兴兴，让他多替我们说几句好话，保佑来年顺顺利利。说到祭灶，最讲究的就是甜嘴封口。怎么个甜法？咱们会准备黏黏甜甜的糖果，比如糖瓜、麻糖，甚至是熬好的糖浆，意思就是给灶王爷甜甜嘴，让他少讲咱家的错，多说咱家的好。当然，祭灶的时候也少不了敬茶敬酒，这可不是给灶王爷解渴的，而是表达对他的敬意。祭灶完了，接下来就是送灶王爷上天。这一天，家里会点燃一炷香，把灶王爷的画像或者神像取下来送走。古人相信灶王爷上天之后，他要飞一段路才能到玉皇大帝那里。这时候咱们就在家里开始忙活了什么呢？当然是除旧布新。小年过后就是年终大扫除的高峰期，这不单单是卫生问题，更是一种仪式感。扫尘除垢意味着扫去旧年的霉运和不顺，为新年的好运腾出地方。所以说，小年的祭灶和打扫是农历年中最重要的准备环节。您可能好奇，这一天怎么就和财神扯上关系了？原来，小年也被视为迎接财神的第一步。灶王爷上天之后，年货开始备齐，家里的布置也差不多了，大家心里想的就是要讨个好彩头，所以在这几天，商铺会挂起迎财神的横幅，有的地方还会举行迎财神的仪式，祈求来年的财运亨通，生意兴隆。不过，迎财神的真正高潮是在正月初5，但从小年开始，人们已经在为新年的财运做准备了。祭灶不仅是辞旧，更是迎新的重要环节，为新年开个好头。小年的意义不仅在于祭灶和迎财神，它更像是农历新年正式倒计时的钟声，提醒着每个家庭，年关到了，该忙活起来了。准备的越认真，来年就越有希望。无论是给灶王爷的甜糖，还是大扫除的细致，都承载着一家人对新年的期待。好了，今天咱们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希望大家在这个小年里，记得给灶王爷送上一份甜甜的糖果，也提前迎接新年的好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